假期遭遇难缠客户，砸重金点名要我跟妆婚礼，我忍着不适，天还没亮就应对新娘莫名其妙的刁难。婚礼进行曲响起，一身西装挽着新娘的竟然是我的老公萧衍。新娘娇俏地靠在他怀里，挑衅地将手里的捧花伸向我。你这人老珠黄的样，一看就没男人滋润，赏你了。萧衍不悦地皱眉，等我接过去。他以为我会像每次那样大度地替他跟这个女人遮掩，我却一改往日温柔，砸了这场婚礼。转身，萧衍在身后阴鸷地盯着我。离婚？你陈家欠我一条命，你别忘了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车撞向山腰，我的血沿着小腿止不住地染红了脚下。萧衍，这条命我还你了。坐在酒席的最前排，我悄悄踢掉高跟鞋。这个新娘可真难缠，从凌晨3点开始，一直折磨我到9点。我几乎是跪着完成了她的新娘妆。我向来只跟公司接的大秀，奈何新娘砸了重金点名要我。想想老公萧衍新看上的别墅，忍忍就过去了。婚礼进行曲响起，我一边揉着膝盖，一边抬头。穿着新郎装的男人，赫然是我的丈夫萧衍。萧衍显然也没想到我会出现在这里，慌张的手一时不知道放哪里好。新娘娇俏着靠在他怀里，握着他的手放在自己的腰上，撒娇地晃了晃身体。这一晃，我克制不住翻涌的胃，抱着旁边的垃圾桶干呕了起来。连口水都没喝的早晨，除了我的眼泪，连胃液都没有，好恶心！啧啧啧，新娘鄙夷的声音透过话筒，全场人的眼光都向我转过来。她看起来有点眼熟啊，是不是萧衍老婆？议论声开始越来越大。我转头四下搜索，竟然看到了萧衍的几个好兄弟，他们看到我，纷纷转过头，假装没看到。新娘叫什么？娜娜。我猛地抬头看向那个女人，她是白娜。萧衍口中因为车祸癫痫越来越严重的青梅。他回国的这1年，我跟萧衍因为他吵过、闹过、冷战过，我甚至想过离婚。每次他夜半一个电话，萧衍就扔下我，立刻赶去安抚我。只要有一点情绪，就是我不体谅病人。此刻白娜挑衅地将手里的捧花伸向我，没有一点病人的样子，这人老珠黄的样，一看就没男人滋润。赏你了。我咬着唇，不可置信地盯着萧衍。他见我迟迟不接，走过来低声解释：陈小小，娜娜病越来越严重，她只是想在能记得我的时候跟我举行一场婚礼而已，你别在这时候闹。姐姐是嫌弃我的祝福吗？毕竟娜娜也不像姐姐那么会赚钱，娜娜只会花钱。白娜柔弱的样子，眼泪在眼里打转。萧衍匆忙过去揽住她，手在她头上一下一下的安抚。她垂下头，讥讽的嘴角朝向我。我打开手机银行，果然，我以为赚到的窝囊费，早晨萧衍从亲情账户划走了一样的额度。萧衍皱着眉，示意我快点接过去。我下意识抚了抚小腹，缓缓走上台。哟呵，还得是萧哥呀！台下不知道谁先开始起哄，我看到了好几个熟悉的身影。白娜鄙夷地将手里的花扔向我，花散开，劈头盖脸地砸过来，玫瑰的刺划破了我的下巴。听说他跟萧衍是青梅竹马，他回国的1整年，萧衍也小心翼翼地遮掩，我从未见过他的脸。我一直疑惑，大概是怕我偶然遇见会伤害他。所有人都以为我会像每次那样大度地替他跟这个女人遮掩，毕竟全世界都知道我爱萧衍，爱得毫无尊严。从7年前在病房见到的那一眼开始，我们的感情
都源于我的倒贴。我看着依偎在一起的两个人，突然觉得好累，转身推翻了香槟塔。在白娜的惊叫声中，999个香槟杯应声而碎。萧衍扑过去护住白娜，我盯着她，竭力克制住眼里的泪，一把拽倒了3层的蛋糕，在一片慌乱中摘下手里的婚戒，扔到萧衍脸上。萧衍，我们离婚。萧衍在身后阴鸷地盯着我。离婚？你陈家欠我一条命，你别忘了。半山腰度假山庄的婚礼，开始以为是新奇，现在想来，不过是白奈想断了我中途下山的后路。他的挑衅肆无忌惮，从萧衍摘下婚戒，换成我没见过的情侣对戒。夜不归宿后，衬衫上浓烈的香水味，副驾驶上没见过的口红。我捂着眼睛，只相信耳朵听见的辩解。那些来自萧衍都懒得编通顺的辩解，甚至是我出差回来，婚床上的红色长发，是我自己一次次退后了底线。他堂而皇之的登堂入室，我的人生完全的暴露在他面前。萧衍却小心翼翼地保护他，我连他的脸都是第一次见。昨天我站在医院门口，捏着彩超单，想给我们的感情最后一个机会。萧衍还在电话里低声哄我，说跟朋友去外地考察项目，很快就回来。我自觉地给亲密付提高了额度，现在想想，恨不得狠狠给自己一个耳光。我一脚踢在挡路的石头上，鞋后跟卡在缝隙里，整个人直直地摔了下去。挣扎着再想站起来，右脚踝尖锐的刺痛，化妆箱里的镜子摔出来。我慌乱地想要捋顺自己形状疯癫的长发，看着镜子中早起遮不住的黑眼圈和眼袋，憔悴苍白的脸。7年，我耗费在这个不爱我的男人身上整整7年。萧家破产以后，为了维持他一贯的生活，我拼命地赚钱。如今，他穿着高定西装，潇洒地站在白娜身边，我成了干瘪的下堂妻。我拼命地试图擦干脸上的泪，妆却越来越花。最后，我趴在地上，哭得歇斯底里。上车，萧衍冷冷地摇下车窗。我没想到他的车会在救护车到达前先下山，看来婚礼被我砸得很彻底。姐姐，萧衍哥哥只是为了满足我的愿望，又不是真的跟我领结婚证。你至于做出这么丢人现眼的事儿吗？白娜坐在副驾驶，挺直了脊背，将身体贴紧萧衍。我冷笑了一下，不耽误你们新婚燕尔，已经有车接我了。试图从地上爬起来，牵扯了扭伤的脚踝，疼得我冷汗直流。你装可怜，堵在半路，不就为了让我看见吗？萧衍下车，径直把我抱了起来，塞进了后座。萧衍透过后视镜盯着我，干嘛不接电话？娜娜是个病人，你为什么非要跟她过不去？这么点小事，至于跟我闹离婚？又是我闹，只要涉及她的青梅，都是我在无理取闹。我看了一眼白娜，她将领口扯得更低，靠过去紧紧贴着萧衍的胳膊。她却没觉得这一切不对，还贴心地将空调调高一点温度。7年前，我爸出车祸，是萧衍不顾危险把我爸从车里拽了出来。为了表示感谢，我爸给了萧衍一大笔钱，这笔钱无声无息地不见了，所以连萧衍开的这辆车都是我的。我爸虽然感谢萧衍，但是觉得他不务正业，不同意我们在一起。我硬是铁了心，宁愿与父母决裂，也要嫁给他。我闭上眼，不想看白娜表演，心里为自己的眼瞎悲哀。白娜却不肯轻易放过我，她一把抓起副驾驶上的装饰品。萧衍哥哥，这个晃得我头疼。那是我跟萧衍提车当天的亲吻照定制的。他顺着窗户扔了过去，萧衍下意识想要伸手去抓，一时间松开了手，
正值转过弯道，对向突然出现了救护车，恐怕是刚求救来接我的那辆。萧衍急忙闪躲，车还是剐蹭到山腰上。震颤之间，我怀里的化妆箱重重撞到了我的小腹，一阵剧痛袭来，我惊恐地感觉到有热流顺着腿流了下来。我弓着身子，蜷缩在一起，也无法减轻撕裂般的剧痛。习惯性想要伸手去抓萧衍，萧衍，我肚子。车只是撞到，并没有太大问题，白娜连磕碰也没有，却脸色惨白地在萧衍的怀里。萧衍哥哥，我害怕，我害怕。萧衍瞬间抱住了他，开门就想向救护车冲过去。我挣扎着抓住他的衣角，救我！萧衍，我怀孕了！萧衍，我好像流血了。脚踝的痛和小腹的痛一起袭来，我的意识渐渐不太清晰。萧衍手里动作犹豫了，怀里的白娜开始嚎啕大哭。我知道你怕我抢走萧衍哥哥，才骗她怀孕，不想让她救我。萧衍脸色突然暗了下来，硬生生扯出了我抓着的衣角，拿怀孕骗我争宠，你真让我恶心。他抱出白娜，转身踢关了车门。白娜在他的怀里转过头，朝我露出诡异的笑。我求救的声音越来越微弱，孩子，萧衍，救救我的孩子！满车的血腥味刺激着我仅剩下的意识。车外救护车的医生焦急地问，还有别的人受伤吗？我们是接其他患者的，你可以再跟总台呼救。萧衍急切地打断他，不用看了，只有我们俩，刚才也是我们打的电话，快送他去医院，快呀！在萧衍的催促下，救护车呼啸而去。我伸出手绝望地拍打车门，却没有力气，只在玻璃上留下了一条长长血痕。下体的血越来越多，满车浓烈的血腥味。那是我的孩子，他用生命在向我控诉我瞎了眼，爱上这个男人，控诉我舔狗一般的7年，葬送的何止是我卑微的爱。我捂着小腹，张开嘴，哽咽着，再发不出一点声音，意识逐渐剥离。我绝望地闭上了眼。萧衍，陈家欠你的这条命，我还你了。痛，小腹似乎被挖空了。我弓着身子，睁开眼，四周一片模糊的惨白，胡乱抓着身边的影子。萧衍，我的孩子呢？孩子怎么样了？他滴下来的泪似乎想要将我的手臂灼烧。小孩子会有的，你还年轻。麻药褪去，眼前的男人渐渐清晰，不是萧衍，是秦昊。秦昊的父母是我家的世交，在他留学以前，我们的关系都很好。后来距离远了，我也谈起了恋爱，再见面已是我的婚宴上，所以变得陌生起来。他慌乱地转身，声音遮掩不住的哽咽。我在萧衍朋友圈看到请帖，以为是你们举行结婚纪念日之类的，还好我去了。医生说你失血过多，再晚点。什么朋友圈？我接过他递过来的手机，萧衍的朋友圈里，他正坐在白娜的病床前，手紧紧地握着她的手，配文：再也不会扔下你一个人了。往上翻，是他跟白娜的婚礼请柬，看来是忘记屏蔽秦昊，可能他什么时候加的秦昊都不记得了吧。心里并没有太多波澜。在车祸被抛下那一刻，我宁愿从未认识他，现在只想赶快跟他撇清关系。秦昊向我投来关心又怜悯的表情，我低笑，这7年又何止这一个人看我可怜。起初我还自以为是，那都是他们对我爱情的亵渎，都是我自找的。秦昊哥，你能代理离婚官司吗？我不能找相熟的律师，不然我爸很快就会知道我自己选的路，没理由到了分崩离析还让他们担心。小，只要你想好了，我让他净身出户。他攥紧的拳头露出胳膊上的青筋，
连朋友尚且如此心疼我，而我爱了7年的男人却忙着陪在别的女人身边。我下意识捂着还在钝痛的小腹，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。秦昊不忍心，上前轻轻地安抚我，我靠在他怀里嚎啕大哭，直到哭累了，我靠着秦昊的胳膊沉沉地睡了过去。在梦里，我仿佛坠入到无尽的黑暗之中，一个俏皮模糊的背影在前方越跑越远，无论我怎么呼唤，都没能抓到他。出院前一天，我被秦昊竭力压低的声音吵醒，小小差点被你害死，你还有脸来？签了字滚，闹大了陈家不会放过你的，你少吓唬我，这是我们夫妻俩的事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喜欢他。萧衍越说声音越大，最后干脆吼了起来，哥哥，你手机落我包里了。白娜娇羞地推开了门，顺势靠在了萧衍的怀里。萧衍刚想揽着他，看到我醒了，伸出的手讪讪地收了回去。你这不是没事儿吗？闹够了吧？闹够了就回公司吧。他看我不出声，坐在了我床边。孩子我们以后还会有的。我在他眼里看不出任何难过。你给邹总回个电话，他说你推了他们公司明天的演出跟妆，他本来打算今年的业务都给你，我看你也没事，干脆收拾收拾，亲自去一趟，别耽误赚钱。我看着他另一只被白娜挽在手里的胳膊，他们亲密的样子，我都被气笑了。住院了整整1周，流产手术的时候都找不到他签字。这一大早殷勤的上门，原来是因为钱。7年，我全心全意的爱并没有换来一丝丝回报。我躺在这冰冷的病床上，刚失去了我的孩子，就算是个陌生人，也会问候一句吧。没有，在他眼里，我只是个提款机，负责透支自己来供他和他的姘头挥霍。事到如今，我也没有了当初的心痛，只是觉得他们缠绵的画面很是恶心。我将视线转移到窗外，怕多看他们一眼，下一秒就要吐出来。我公司签什么业务，关你什么事儿？我的钱轮不到你们这对狗男女惦记。我第一次用这么难听的话形容他们俩。萧衍仿佛被踩中了尾巴，你说话怎么那么难听？我说过多少次了，我跟娜娜只是朋友。呵，朋友？什么朋友可以结婚？什么朋友需要用你妻子和孩子的命换？我哀求你救救我的孩子，你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连擦伤都没有的他。你跟我说你们俩只是朋友。秦昊赶忙上前安抚我。我看到他手里的资料是我跟萧衍的离婚协议。白娜夹着嗓子的声音令人作呕。姐姐，你生气会变更难看的，你是误会了。我出过车祸，车祸后时不时就会抽搐，医生说严重会忘记萧衍哥哥。我只是想趁我记得嫁给他一次。他茶里茶气的还要滴下2行泪。萧衍看了心疼，得赶紧让他靠在自己怀里。我一把将离婚协议扔了过去，签字，滚！胃里的翻滚快要抑制不住。萧衍只是瞥了一眼，白娜却拿过去一页一页的翻看。秦昊冷着脸，目光在白娜身上流连。我的心仿佛被一只大手狠狠地蹂躏过。果然，楚楚可怜的女人，连秦昊都忍不住多看2眼。我长长的叹了一口气，凭什么萧衍哥哥净身出户？白娜翻看完，拿着协议指着我，当初是你上赶着要嫁给萧衍的，现在想离婚也可以，你滚！萧衍震惊地看了我一眼，抢过协议粗略翻了一遍。我冷哼了一声，我不想跟你们这对人渣纠缠，赶紧签了，晚一点我就让你把这几年他花在你身上的钱吐出来。我不离婚，我没做错什么，跟娜娜办婚礼不算出轨证据。萧衍不想放过我这张长期饭票，还在挣扎。
我劝你还是签了。盯了白娜那么久，秦昊终于开口了：“你可以打听一下，我打离婚官司从没失过手，在小小还愿意放过你的时候签字，不然被陈叔叔知道了，你们俩还能不能在京海市就不好说了。我岳父知道能怎么样？如果不是我，他7年前早就在车祸里死了。”萧衍理直气壮地跳出来：“7年前，我爸发生车祸，对方肇事逃逸，是萧衍将我爸爸从濒临爆炸车中救出，送去了医院。我也是因感激他，慢慢接触，才爱上了他。”秦昊突然鄙夷地质问萧衍：“是你送陈叔叔去医院的，不是我送，难道是你送的？”我诧异地转向秦昊，不知道他什么用意，没想到他转向我，眼里神色晦暗不明。那天，我本来是要在出国前跟你道别，碰巧看到叔叔出了车祸，我把他从车里救了出来，又送到医院，就要迟到了，所以没等到你来，我就赶去机场了。我噌的一下从病床上跳了起来，张开嘴，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他将右手递给我，挽起了衬衫，露出一条触目惊心的伤疤。当时被车玻璃划伤，我着急赶飞机，处理得不够彻底，一度感染。医院的监控和我爸妈，你都可以去问去调查。我伸出手，颤抖着去摸那条狰狞的伤疤，开口发出的声音支离破碎：“你之前怎么不说？”他昂起头，仿佛在竭力压抑着痛苦。我在打听你的时候，爸妈就说你跟这个人扎在一起了。我赶回国，看到他在你家门口亲吻你，你一脸的幸福。我想这样也好，只要你开心，你们早搞在一起了吧？白娜尖锐地打断了秦昊的话：“你怀的孩子是这个野男人的吧？难怪处心积虑想流产。”我不可置信地望着仿佛受到了鼓励的萧衍，我对他7年的爱居然是一个谎言，他为什么要骗我？现在又任由别人向我泼脏水。我想骂他，张开嘴却止不住的颤抖。秦昊按住了我，对萧衍的语气满是鄙夷：“听说你当年因为这件事还拿了陈叔叔一大笔钱，这是诈骗。坐牢还是签字你自己选。”萧衍犹豫了，白娜还想说什么，秦昊盯着他：“你什么时候出的车祸？”我在巨大的震惊里缓不过神，顾不上他这句没头没脑的话是什么意思。萧衍和白娜却脸色突然涨红。萧衍抢过离婚协议签了字，朝我扔过来：“从此桥归桥，路归路。少来打听娜娜的私事。”直到他俩走了很久，我仍然一会儿盯着离婚协议，一会儿看着秦昊，缓不过来，仿佛1个世纪那么久。我终于扑在秦昊怀里，紧紧攥着离婚协议书，嚎啕大哭。结束了，我7年的错付和7年的谎言。当时我不知道，这7年的谎言远远没有结束，早就该离了。我一早就看不上这个小子，心术不正。那天被送回家，我爸听说我跟萧衍已经在办理离婚，当下拍手称快。我妈连连抹泪，我知道她是觉得这7年委屈了我。这7年，我为了萧衍跟家里吵闹过无数次，甚至不惜跟我爸断绝父女关系。秦昊跟我爸低语了2句，我爸赶忙拉过他去书房商议什么事情。我看着我爸有点佝偻的背影和转身的白发，心里很难受。从前我仗着自己家庭条件还不错，公司一直随心所欲的经营，赚来的钱也都拿来供他挥霍，亏损却都是我爸妈帮衬我，因为我心思都在萧衍身上。我爸再累也不敢让我接手家里的生意。我下定了决心，为真正爱我的人做一些回馈。当天下午，我就进了邹总演出的团队，直接出了差。我把婚房钥匙给了秦昊，
他帮我将所有萧衍的东西处理干净。那晚忙完演出，萧衍的未接电话和信息跳进上百条，我随便点开2条，他哀求的声音传出来：“小小，这里是我的家，你让我去哪儿呢？你不能这么绝情，这里还有我们共同的回忆呀！”我听了不可思议的笑出声。曾经他绞尽脑汁地找借口不回家，去陪他的绿茶白娜，现在成全他彻底跟白娜在一起，他反而不愿意了，真贱！最后语气干脆，气急败坏：“走就走，陈小小，你等着，你跪着求我和好的时候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”见的不是他，是曾经的我。我卑微地爱了他整整7年，才会让他以为我失去了我的孩子，还会像狗一样求他跟我在一起。我懒得继续听，干脆彻底将他拉黑。这1周我忙得昏天暗地，好几次都靠着止痛药硬挺着完成了工作。萧衍有一句话说得对，邹总是大客户，他旗下公司的演出就够养活我这个小公司，更何况他在业内的人脉足以让我打响名气，扩大经营。我妈心疼地跑过来2次，带着亲手炖的汤，一边念叨一边看我喝光了才回去。离开萧衍以后，我才知道自己这几年多混账，辜负了最爱我的亲人。1周后，我带团队圆满地完成了这次高强度的任务，如愿在邹总拿到了1整年的合约，还意外收获了国际品牌在巴黎秀展的跟妆。从公司忙完这一切出来已是夜幕，秦昊竟然靠在车旁等着我。路灯下他的身材堪比秀场的男模，小时候我就很喜欢跟在他身后，他一直长得这么好看。他咧开嘴冲我摇了摇手，我接过他手里的文件，惊喜地张开嘴好半天合不上，是我跟萧衍的离婚判决书。他净身出户，彻底从我的生活里滚出去了。我们全家都格外的开心，我妈亲自下厨招待秦昊，我爸也破天荒的喝得有点多。送他出去的时候，我站在院子门口抬头看星星，他身上散发着微醺的酒气。我转过头，他正盯着我。我刚想给他指小时候我们一起找的北斗星，他却一把拉住了我的手。小小，我不知所措地向后退，他快一步将我拉得更近。我爱你，小小。我震惊的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。怎么会？我们才没接触过几次。他自嘲地笑了笑，手却没有松开。你看，你竟然不知道，我真失败。从小到大，我的心里只有你啊。从前我以为你还小，有些话我不着急。我甚至以为我们俩是水到渠成的事儿。我无数次回国偷看你，看到你在他怀里笑得那么开心，我都在埋怨自己，如果我走之前可以跟你说清楚，是不是都不一样了？后来看你过成那个样子，还是一心一意地爱着那个渣男，我更恨自己，恨自己没有早点把你追到，这样你就不会那么痛苦。我会好好照顾你，现在我终于等到了，我不会再放开你了，小小，你给我个机会。我在巨大的震惊中缓不过神，透过他，我看到我爸妈正偷偷趴在大门缝隙吃瓜。可是我结过1次婚了。我打断他继续的告白，他却急切的解释，我不在乎，小小，这一切说到底都是我的错，我太自以为是。我一直觉得你是我从小养大的老婆，完全没想过被别人领走的情况。我看他窘迫的样子，深吸了一口气，推开了他的手。秦昊哥，我现在只想好好的照顾爸妈，好好的做我自己，其他的事情暂时没有考虑。我说的是事实，我已腾空了我的心，不能保证以后还会不会爱上别人，但是目前我只想搞好自己的事业，爱自己的家人，其他的顺其自然吧。我懂，我只是想说出来，我怕一不小心你又被领走了。
他撅着嘴的样子像个孩子，我忍不住笑出了声。那晚，他的眼睛很好看，比天上的星星还亮。第二天，我带着团队去了巴黎，给刚签好的国际品牌秀展团队磨合以及跟妆。再回来已经是1个半月以后的事儿了。那时候我天真的以为，我这辈子跟萧衍都不会再有交集。没想到命运的齿轮从不会停止碾压每一个辜负真心的人。秀展的效果意外的好，回国的飞机上，团队都在兴奋地讨论着扩大经营的事儿。虽然我还不能帮我爸分担一些公司的压力，但总算对得起爸妈这么多年的培养，让他们少操点心。没想到一落地，记者们蜂拥而上，数不清的闪光灯对着我，我才切实地感受到这次跟妆的成功。没有做任何准备，但是这1个多月的我参与了每一项流程，应答记者的提问，从容得体。喂，你们觉不觉得老大自从离开渣男，浑身都散发着光，可不是吗？我看要是早几年离婚，咱们公司都能上市了。下属在身后七嘴八舌的八卦，我在前面忍俊不禁。突然，一个人影挤进记者群，扑通一声跪在我面前，我吓得后退了好几步，还没看清楚是谁，这个人已经抱住了我一条腿。小小，你别不要我，离开你的日子我一天也过不下去了。我这么爱你，你怎么舍得抛弃我？小小，我们和好吧。居然是萧衍，此刻他面向我的脸上竟然有一大块青紫。曾经被我照顾妥帖的他，连胡子也没刮，鼻涕眼泪一起流，看起来好像个流浪汉。我急切地向后退，想要抽出我的腿，他却抱得更紧了。小小，我知道你的竹马喜欢你，可是你说过我们会永远在一起，你忘了吗？人居然能无耻到这种程度，明明是他出轨，还向我泼脏水。好事的记者赶紧将话筒递上来，陈总能说一下，你是因为公司火了就抛弃了男朋友吗？秦昊这时候从后面冲上来，拎着萧衍就扔到了一旁，指着他怒气再也控制不住，你为什么净身出户？怎么不跟记者说说？你为了小三差点害得小小一尸两命，现在还有脸出现？萧衍瑟缩了一下，还是鼓起勇气跟他对峙。那是我们夫妻俩的事，轮不到你插嘴。我推开了护住我的秦昊，他说的对，这是我跟他的事，不能总是躲在别人身后。我站了出来，我跟这位萧衍先生已经离婚了，离婚原因是他在我们婚姻存续期间跟其他女性暧昧、留宿，并举行了婚礼，还为了这个女人害死了我们俩的孩子。记者的敏锐远超我的想象，话筒立刻递了过去。先生，那你是因为陈总此次秀展妆的爆火来蹭热度的吗？你做出这样的事还有脸来找前妻，是想要钱吗？请问你跟陈总说的那位女士现在关系怎么样了？萧衍被追问的脸色越来越惨白，秦昊护着我推开人群，想要离开。萧衍急急地又冲上来，被人群绊倒，不小心磕到了门牙。他顾不上满脸的血，只想拦住我，嘴里也口无遮掩。小小，我错了，我是被他骗的呀。他口口声声说爱我，其实只是想要骗我跟你在一起。盯着你，盯着我。我狐疑地看向他，停住了脚步。秦昊冲过去，一把拽起了他。他身体凌空慌乱地四下乱抓，盯着小小干什么？你说清楚，当初是不是你跟那个女人一起撞伤的陈叔叔？恐慌中，萧衍赶忙否认：不是我，是他，是他。那天他喝了点酒撞的人，我只是看当时没监控，帮他逃走而已。叔叔真不是我撞的，我去医院也是关心他的病情。萧衍被扔回到地上，
马上意识到自己刚才不应该说那些话，可是已经晚了。直到秦昊将我送回家，我整个人都还在瑟瑟发抖。7年，我不止做了他7年的舔狗，还用我爸赚的钱供这2个害我爸差点死了的凶手挥霍。我真想狠狠抽自己几个耳光。我无助地望向秦昊，他把我抱进怀里，轻轻地安抚我，跟我和叔叔调查的结果差不多。叔叔怕你自责，本来不打算追究，现在反正你也知道了，告他们，帮我告他们，我要让他们坐牢。这2个人渣，他们不得好死。我在他怀里放声大哭。开庭的那天，我从萧衍和白那狗咬狗的互撕中了解到了整个真相。当年白那醉酒撞了我爸之后，萧衍帮助他逃逸，事后不放心，去医院偷偷打探我爸爸的病情。秦昊哥哥赶飞机离开了，我误以为萧衍是我爸爸的救命恩人。白那趁机要求萧衍待在我身边，时刻探听后续的情况。萧衍担心白那会被警察发现，拿着我爸给的那笔钱将他送出了国。难怪这么一大笔钱，萧衍没消费居然不见了。6年过去了，我对此毫无怀疑。白那回了国，开始不满足于萧衍不能时刻陪着他，频繁向我挑衅。最后我放了手，他变态的占有欲没了竞争对手，逐渐变得无趣。他本来也没多喜欢萧衍，无非是以前萧衍花家里的钱供养他，后来花我的钱。等我不想要萧衍，萧衍没了钱，他也没了争抢的乐趣，很快抛弃了萧衍。萧衍这时候才发现我的好，想回头，一切都已来不及。2个人终于反目，互相撕扯。我真蠢，我才是他们这段感情中退的一环罢了。秦昊不打刑事案件，但是跟我爸一起动用资源，找了最好的律师。最后，白那因酒驾逃逸，判处最高量刑7年，萧衍也被判处3年。走出法庭时，萧衍在身后嘶吼着哀求：“小小，你等我。”等我出来补偿你。我知道错了，我懒得理他。我希望这对杀人犯能永生永世都在牢狱中，过不见天日，也永远没有希望的日子。走出法院，阳光透过层层叠叠的云彩照进来，我透过氤氲的光线，看到我爸妈正站在不远处等着我。秦昊已经贴心地帮我打开了车门。我回头望了一眼肃穆的石柱，转身向他们走去。我荒唐的一段过往已经彻底完结，等待我的是人生更好的前方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